刚才那个孕妇她是很年轻啊，22、23岁，然后呢已经有一次不良孕史了，现在是23岁，22岁的时候因为妊高征吧，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在28周的时候就已经临产过一次了，那个孩子也没有存活，这是第2次了。现在是19周发现胎儿的双肾有问题。马蹄型马蹄肾倒是问题不大，但是它本身伴发着双肾的发育不良，而且还有心脏的问题心脏是一个2联律，心律不齐。总之吧，才19周，双肾发育不良，然后又有这个马蹄型马蹄肾的外观，这预后其实就不太好。不过它现在是19周，孕周小，羊水还没有具体的表现。可能未来就会羊水少，或者是就没有羊水了，等等总之吧，这个肾如果是一侧完全正常，一侧怎么样还好，经常说有一个好肾就能存活，就没有问题。再一个就是一定要是孤立性的，像这个人除了肾脏双肾的问题，他还有心脏的问题，那么心脏也在发育过程当中，可能会未来就更表现出来心脏的异常的特殊性，所以说这个人整体来讲，这个胎儿肯定预后不太好的。再看看这个孕妇，这个孕妇很年轻，22、23岁，但是她身材高大也有点肥胖，所以呢，她第1胎呢就早早的就高血压了这次呢倒是没有高血压，但是呢她仍然肥胖这个体重将近80、90公斤吧体重具体的数值我忘了，但是很重也是一个偏胖的一个女孩子。总之吧，这次这个怀孕双肾不好上次呢是母体的问题，这次呢是胎儿的问题，所以她就有点这个担心，那未来怎么样告诉她，如果这一胎确实不好我们要查一下胎儿染色体和基因的问题，然后夫妻俩也可以就一块儿也查一下。既然她怀孕还是很容易的，生过就是临产过一个大孕周的，这个受孕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个胚胎质量肯定还是要进一步的找原因我就鼓励她应该是越来越好。本身这个人类就是这样，可能一开始不孕，后来有畸形，再后来就会慢慢好，这是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人类是存在这种的趋势的，有这种迹象的那么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可能第1胎不好，第2胎不好，第3胎就会完全正常，这种的情况是有的，它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人确实是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19周就发现了，他可能22周会再复查，也有可能就直接放弃了。总之，双肾发育不良，伴发着马蹄肾，又伴发着心脏的异常的搏动2联律、3联律，这个胎儿的可能就不太好预后肯定是不太好的。但是确定他没有做产前诊断，或者说他如果决定引产的话，胚胎组织可能也要查一下基因相关染色体相关基因的问题，都诊断清楚以后，最终再给一个结论。